大家好，特别高兴今天来到这儿，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去培养孩子的抗挫力。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当孩子出生的第一天，您有没有为他许过一个愿望？你有没有希望他这一生中能够过得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？你有没有希望他这一生中不要去碰到那种翻不过去的坎儿、过不了的山？你会问，你会这样吗？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，会吗？不会。这一生中他过得一定不够平顺，这一生中挫折一定会来。好，各位，那问题来喽，当挫折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、怎么做、怎么去陪伴他，才能够让他面对挫折不被挫折打倒，也不被挫折吓跑，而是能够勇敢的去跨越挫折，在挫折中去成长自己的力量。当他有一天，如果他回来哭着跟你讲说，妈妈，这个事儿太难了，我真的不会做，这事儿太难了，我不要再做，我再也不要碰这样的事儿，这时候你要怎么说呢？实际上呢，我们家闺女第一次来跟我说她在学业上的挫折，是她1年级的第1个学期第2个星期的周五，开学了，第2周周五的时候，老师留了一个任务，让她去背一个英文的课文。那课文里边呢有4个漫画，每幅画里边有2句话，也就是要她背下8句话。你知道一个没有学过英语的孩子，8句话意味着啥？太难了。那天晚上回来，他自己进到房间，然后跟着音频开始听，听了大概可能有30多分钟，他没跟下来，别说背，他没跟下来。这时候我在外边就听到他声音有点不对了，我就进去问他，我说孩子怎么样啊？他说妈妈，英语太难，我听不会。我当时没在意，我就特别轻巧的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没关系呀，才周五呢，还有周6、周日2天呢，一定能背下来的。你知道我说完这句话孩子什么反应吗？他腾的一下就火了，他一下就火了，他说不可能，我背不下来，我永远都背不下来，我讨厌英语，我再也不要学英语，下周我不要去学校。各位，当孩子面对挫折他想跑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说？这时候我可不可以跟他说，我说不学也没用啊，英语必须要学会呀，你哭有用吗？你赶紧学，行还是不行？不行。为啥？因为他英语上本身学英语我学不会我就难过，如果我学不会难过的时候你再骂我，我再体会到愤怒。那如果学英语每次都跟学不会的难过跟你骂他的痛苦连接在一起，长此以往他会形成稳固的连接，下次他学英语的时候不是学不会他哭，他往这一坐开始面对英语他就痛苦，他就想跑，对不对？那换句话说回来，我看到他难过，我能不能立刻安慰他？我能不能跟他讲说，孩子没事儿，都你们老师留这任务太过分了，怎么刚一上学就留这个8句话的背诵啊，太难。我说你背不下来，别的孩子也背不下来啊，没事儿，你在妈妈心里是最棒的。行还是不行？各位，你会发现也不行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在家里边你说你在妈妈心里是最棒的，没关系，背不下来你也很厉害，在这儿他好像心里舒服了，但是等到明天他去到学校看到别的孩子都背下来，只有他不会的时候，他什么感觉？各位，你会发现你给建立起来的那就是虚假的自信，一碰到现实哗啦一下就会碎满全地，不会真的自信。那这时候怎么做？其实当他对我发火的时候，我立刻就明白我刚才有个事儿做错了。错在哪儿？刚才孩子对我说妈妈，英语好难，我学不会。他好难。我说的是什么话？我说的是没关系啊，才周五呢，还有明天呢，还有后天呢，你能学会。你会发现他难过，我很高昂很激动。心理学里边在沟通中讲到一个词叫同频共振，两个人在一个频率上，你说的话他才能听进去。当他难过觉得难死了我不会的时候，我特别轻悄悄地说没事儿，你行的，妈妈给你加油。你会发现你们俩都不在一个频率上，那你说的话他怎么能听得进去？我们家的孩子他能不生气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当他对我发火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一下就紧张起来，那个心理学的脑袋就回来了。所以这时候我就对孩子说，我说孩子，是妈妈刚才在外边注意到你刚才特别认真的跟着读哈，可是我看到你好像读了半小时还跟不下来啊。你理解到他，你会发现当你理解到他，孩子会怎么样？孩子就听不得理解。当你理解他的时候，他哇的一下就哭了，他说真的太难了，我真的不会呀，哇哇哇哇的哭了大概可能有10多分钟的时候，慢慢他平静下来。这时候我跟他说，我说孩子，这样哈，你呢在这块儿平静一会儿，妈妈去做饭，
一会儿妈妈做完饭过来看你。我去做饭了，20多分钟我做完饭过来的时候，孩子走过来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妈妈，你要帮我呀，你要帮我把英语追上来呀。”各位神奇不神奇？刚才哭着说我不要学英语，我讨厌英语，我都不要去上学的孩子，这一刻他说的话是：“妈妈，你要帮我把英语追上来呀。”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心理学里边有个著名的冰山，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。有一座冰山，说的是我们的整个人像冰山一样，冰山浮在水面以上的部分是我们的行为和能够被我们看到的情绪，冰山在水面以下的部分是我们的心理需求。孩子在行为上说的是我不要学英语，我讨厌英语，孩子在情绪上是学不会英语真的让我好沮丧。但是这个沮丧感就完了吗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跟孩子说别沮丧，孩子妈妈带你买糖，妈妈带你看电视，别沮丧了，孩子来振作点，像个男子汉一样，孩子要阳光一点，行吗？不行。因为如果我们盲目的把这个沮丧感赶走的话，你会发现你会让孩子觉得无能。只要这一次碰到英语我不会，那以后碰到英语我就永远怕，我永远想绕着跑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看在这个冰山下面有什么。我要说到每个沮丧感都好重要，因为每个沮丧感的下面都有一个重要的力量，就是我想要学会，我想要掌握它的力量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是哭着说我不要再学，我不要英语，我讨厌英语，他说的不是这句话，在他的冰山下面那句话是我真的好想把英语学会，我好想做到老师的要求，我好想做到老师让我背到我就真的背到。所以各位，当你往冰山下面看的时候，那个沮丧感的下面有个宝贵的力量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当他说妈妈你要帮我把英语追上来呀，你要帮他去看到下面这个想学的力量。这时候我就去跟他验证，我说孩子，英语很难，但你也要去学会它，是吗？孩子说对，我要学会。刚才沮丧情绪哭走了，想要学的力量上来。这时候我说你想要学会，他说对。那我们接下来就问他，我说那我们来看看怎么能够学会。你会发现他的力量真的很强大。一个1年级的孩子每天晚上回来开始做40分钟的听说读的练习，过了半个学期之后，他开始会听会说会读了，而且等到半学期期中考试的时候，他英语能够达到100分。所以什么叫抗挫力？抗挫力不是面对挫折我们说别沮丧别难过，你要振作别在乎它，而是说的是我真的好在乎它，我好在乎把它给学会，所以妈妈要帮你想到办法学会。那么跟大家分享这句话，如果你看到孩子沮丧，我们急于去安慰他，那么与沮丧一起被压抑的还有他面对这个事儿的无能感，而且更重要的也会压抑他想要学会的力量。我们只有帮他去跨越挫折，他才能够去获得力量。刚才季老师有讲到免疫力，实际上在心理学里边，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塞里格曼，他是积极心理学的代表人，他提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心理免疫力。心理免疫力是什么？这次我碰到这个困难，我解决了它，我有办法，那下次碰到相似的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有信心我能够解决掉它。话放到我们家的孩子身上也一样，这次英语好难，对我来讲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山，但是我找到办法解决了它。那下次如果再碰到其他的困难的时候，我知道虽然很难，我现在都觉得我没办法，但是未来我能够做到，我能够去翻越它，这个孩子才会真的有信心。所以我们说到的第一点，当孩子回来跟你说我不要再做的时候，他觉得沮丧的时候，我们别急于去宽慰他，我们把那个急于去宽慰他的那个行为那个心先稳定下来，我们去帮孩子看你想要什么，我们如何能够做到。好，那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孩子做不到怎么办？他一定有做不到的时候，那如果他做不到怎么办？比如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就说特别害怕背古诗，什么感觉呢？第一周背古诗回来背不下来就哭，第二周又面对古诗背不下来又哭。好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等到第3周他面对这古诗又背不下来的时候你怎么办？你能不能说别老哭了，哭能背会吗？没用。各位，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古诗对我来讲是个那么高的目标，1次达不到，2次达不到，第3次我硬着头皮去达，我仍然达到的很困难的时候，就会出来很大的问题。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，就是我刚才说的人塞里格曼他做的。塞里格曼呢，他让狗来参加这样的实验，给狗关在这样的一个笼子里边，这个笼子看到啊，地板是通电的，
然后中间立了一个栅栏，在狗所在的一侧给栅栏给那个地板通电。好，通电，你猜狗会干嘛？它就会跳。当它跳过那一侧的时候，电机就停了。好，一个50厘米的狗面对一个1米高的栅栏，一给它通电，它就跳过去了。这时候研究者干了一件事儿，你猜呢？他把栅栏提高到3米，它跳不过去的高度。这时候一通电，狗第一的反应是跳，对不对？可是发现过不去，然后跳了好多次，直到研究者把电停了，电机才没了。好，第2次再通电，你猜这狗会干嘛？它跳还是不跳？哎，它求生的本能很强，它还会继续跳。结果发现还是跳不过去。过一会儿，研究者把电停掉。好，第3次、第4次，直到7、8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只狗再给它通电的时候，它怎么都不跳了。它就会做着一个像人类一样的行为，干嘛呢？它会蹲在一个角落去呜咽，呜，就好像这样抱着它呜咽，能够让它舒服一点一样。这时候研究者做了一件事儿，如果这个狗会说一句话，它会说什么？我跳不过去，我逃避不了电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这个时候研究者干了一件事儿，你猜他干嘛？当他怎么都不跳了的时候，研究者干了一件事儿，把栅栏降低到1米，他曾经能够跳过去的高度。好，那面对这个栅栏，你猜这只狗再给它通电的时候，狗跳还是不跳？它不跳了，它还会蹲在墙角去呜咽。如果这只狗会说一句话，它会说：我做不到跳跃栅栏，我也做不到停止电击，所以我没办法。塞里格曼就把这个称为叫做习得性无助。本来1米高的栅栏我能跳过去，但是因为我开始每次目标太高，我过不去，我以为我没有办法。那回到孩子身上也一样，本来每个孩子都能够背得会那个古诗，都能够会背的课文，但是我刚上1年级的时候，那个任务太难，我每次过不去。好，曾经在1年级上在古诗上犯难的孩子，随着他的年龄长大，到了3年级、4年级，他的语文能力增长了，他的记忆能力增长了。这个孩子面对古诗，他会自然的就会觉得他会背吗？他不会，他就会像那只狗一样说：古诗我可背不会，语文我可不行，有没有？